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月28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英伟达财报炸裂，却选择暴跌，带崩美股市场。这次英伟达的三小顶，你有逃过一劫吗？美股波段可能处于下跌趋势中了，多头们要千万小心。特斯拉支撑位附近反复震荡收敛，这里究竟是新的低点还是下跌的踪迹？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96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在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有关纳指的市场观察，我们要先看一下有关目前市场指数的一个大环境，而后再去进行个股的解析，才会更好的去操作我们个股的交易。在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个观点，目前呢依旧是不变的。而后还是要分享一下我们关于日内最新的一个变盘点和日线的趋势分析，目前怎么去看。在了解完指数的环境之后，我们再看到个股解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不过今天呢没有比特币的分析了，因为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周线的分析，周线的分析呢一般不会太快的去变化，所以观点呢是不变的。目前对于比特币的市场，第三部分我们再讲到 Circle、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SOXL、Circle、Meta、OKO、Peer、Coin、美光和 MP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提前告知您。您会发现我们视频当中有比较多的个股标的需要阿哲去解析，所以视频时长一般呢会偏长。如果您不太习惯观看长视频，或者说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那么阿哲呢也设定了时间轴，您点击对应的个股标的的时间轴，那么可以快速跳转到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有关目前市场的一个看法。那么阿哲呢认为它在走一个下跌的结构，因为市场的高点其实在短期中它一直是在走下行的，包括这一次的高点如果成立，是吧？它的高点一直在往下走，那么它的低点和低点也是不断的在新低。那么目前的结构很明确，是一个短期，至少在中短期是一个下跌结构。那么这个高点确认之后，它的下跌，我们第一个目标也是往前面的低点去看，这是我们之前一直都是提到的。所以股市如果要去扭转一个下跌的结构，那么它需要在中短线干什么呢？它需要往上去突破关键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一般来讲就是左边的这个高点，而又因为23400呢是个重要压力，所以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到，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压力窗口。如果这附近产生滞涨 K 线，那么将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不过市场呢比想象中的要弱势一些，这波反弹它到了23000之后就选择了继续下跌，所以这一个股价的一个运行动作，你会发现它是对于某一个支撑位不断的试探和跌破，再转为压力的一个过程。从一开始的高位有一个支撑点被跌破之后反抽，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跌破，再次往下跌破23400，再次反抽确认23400的有效跌破，所以压力呢就一次一次的由支撑转换过来。那么23000是不是也被跌破了？而后反抽确认跌破有效，目前继续下跌，反馈是比较明显的，对于某一些支撑位的一个表现，对于某些压力位的表现，在压力附近空方的力度是比较强劲的。所以后续呢，我们基本上确定这是一个空方结构的不断延续。那么往后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我们都只能按照反弹和下降趋势的延续去看待。它有可能会在这里继续反弹，那么23000之下，那么风险依旧很大，它只要反弹就只是高抛点，而不是呢去加仓做多抄底的点。而反弹之后，我们依旧会往下去看左低。当然它如果不反弹更弱势，那么就是直接往左低去奔。所以这是我们当下大概率的一个市场轮廓的推进。而小概率的就是在这一波回踩当中呢，它其实也在小级别构成了一个反转的态势，但这个反转它力度不强，因为它没有过左高，所以可以做出一个日内的下降趋势线。股市后市得要有一波强力的反弹，站上23000，二次站上，然后回踩不破，才有机会呢去走出反转。除此之外，其他的任何的一个上涨不构成本结构的形成趋势的转势之前，我们依旧呢是往下去看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所以这是目前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回顾。而上期视频我们讲到一个212的变盘，是不是有提到市场呢存在一个颜色的转换？
如果您对于日线的变盘点还不太熟悉，怎么去找到颜色变盘的话，可以看一下上期视频我们的第一部分。那么当时有讲到，这是2根绿 K 线阳线，这是一根阴线，这是2根阳线，它构成了212的一个组合，2种同色，一种异色，再加2种同色。一般产生这种结构上涨加速时小心，它容易是一个变盘高点。而当下呢，虽然变盘点没到但是这个变盘高点确实也成立了。市场目前还在延续212的结构，因为它在2根同色的阳线之后走出一根异色的阴线，而后再来一根阳线，所以当下呢是没有变盘。如果在下周出现了反弹，是一根阳线的话，那么这里将是一个反弹的变盘点，这里就有可能又是一个变盘高点。当然我们后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再去看一下。而假如它依旧是往下走阴线的话，那么那根阴线会是一个变盘点，那么那个变盘点就有可能是一个再次2次反弹的一个低点。当然那种低点呢，依旧只能说看一个小反弹，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观点再次回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关于日内的变盘点。日内的变盘点是阿哲呢在每天盘前广播当中都会去进行提供给各位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和参考。您只要是订阅阿哲频道，您应该呢或多或少看过几期阿哲写的盘前广播。那么现在左侧呢所写到的是2月26号和2月27号盘前广播当中所提到的日内变盘点。这个变盘点是阿哲认为在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上容易产生高点和低点的时间窗口，它呢对于日内交易者或者说对于您想要去买卖股票时，可以是一个不错的参考。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呢有5个变盘点。分别呢是在2月26号的开盘第一根 K 线10点45分，也是呢美东时间9点45分。阿德这边呢是香港时间所以大家使用变盘点时要做一个换算。在这个变盘点前后见到了一个高点，而后下跌反弹，在阿哲这边凌晨12点15分时见到了反弹高点，而后市场下跌再反弹，在阿哲这边凌晨3点30分又见到了反弹的变盘高点，所以2月26号的盘前的3个变盘点最后确认都是变盘高点。那么2月的27号的盘前呢，有2个变盘点，是11点半和3点15分凌晨。价格走势是一波下跌反弹之后来到了变盘点，所以大概率呢是变盘高点。价格下跌来到一个变盘点，大概率呢是个变盘低点，所以11点半是一个高点，3点15分是一个低点。所以近期的5个变盘点基本上都在高低点前后。那么阿哲需要公布下一个变盘点，在周一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变盘点是10点45分，也就是说是开盘的第一根15分钟 K 线的形成。那根 K 线如果是向上推进形成的，那么大概率个变盘高点。而如果是下跌形成的，那么有很大概率是变盘低点，除非下跌时出现之后它不止跌，就类似于之前这一个10点45分的 K 线，就是它下跌形成，但是第二根 K 线还是不止跌下跌的，这种情况下就要小心了，它有可能是高点提前出现了，那么就说明空方比较强势，比正常来讲高点呢更提前出现所以这种是不好的。如果变盘点后没有出现明显止跌行为，就不要直接去抄底，反而可能是空方太强，那么延续下跌，所以这是我们在实战当中要去关注的。下一个变盘点是开盘第一根 K 线，周一的10点45分。以上呢就是对于第一部分我们的观点回顾和第二部分15分钟纳斯达克指数图表的下一个变盘点的一个分享，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听到这里您是一位老同学，那么阿哲也希望您在新的一年照常支持阿哲的视频创作，可以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来讲是比较宽裕的，也可以在视频底下点击评论区，可以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也或者对阿哲的建议，那么阿哲收到也会非常开心。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那么阿哲也希望如果阿哲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也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的图样，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是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了。那么未来我们可以长久的进行学习和进行交流。在成为订阅粉丝之后，您记得把这个全部铃铛都点开因为只有点开之后，那么阿哲未来的每一期视频在发布之后才会通知到您。如果不点开这个铃铛，有可能会错过阿哲的更新的视频所以这个可以点开。同时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特别是首次订阅同学，那么阿哲呢会有3重福利，其中第一重福利就是我们的每天的美股盘前广播，您会有一个限时的体验时间，至少呢会有1周时间，您是可以看到阿哲的盘前广播的变盘点的。在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的，那么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右上角视频当中有一个弹窗的小卡片，在弹窗小卡片当中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那么阿哲的助教会告诉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您如何能够去每天
在盘前领取到阿哲的盘前广播和盘中的变盘点时间。希望这一个福利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关于日线的趋势分析。当前的趋势是下行的，那么何时会产生机会，何时就会有风险，什么时候趋势可能会改变，我们在第3部分更详细的讲到一些点位。那么目前呢，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图表。那么这个图表当中呢，有一个指标模板叫做上海趋势图。那么它呢，也是阿哲赠送给订阅粉丝同学的第2重福利。那么这一个上海趋势图当中呢，是专门阿哲用来进行一个趋势识别的。平时呢，也是经常会去看个股解析时，也会频繁的用到，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了解和使用。那么在上海趋势图当中，有一个组成部分叫做彩虹带。那么图中的这个黄色飘带和紫色飘带，它界定了一只股票它的中短期的趋势。如果它是黄色飘带，就说明目前的趋势呢处于下跌趋势，而这个飘带越是倾斜，越是发散，就说明空方趋势越是坚定，越是难以改变。所以在近期的这一波下跌行情趋势当中，你会发现转为黄色带之后，市场的一个反弹，黄带附近一般就是反弹的一个相对极限点了。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讲到这一波反弹到了黄带的上沿，它已经是相对极限。所以每一次下跌反弹时，哪个地方是危险的？对于中短线投资者来讲，就是黄带的下沿和黄带的上沿，每一次反弹都要小心。包括接下来，如果市场这一波下跌，它在小级别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反转结构，但是比较弱势，那么这2次回踩时，如果收一根阴线低点变盘，那么反弹依旧要关注飘带的一个压力。同时我们也同样可以把这个颈线位加上，所以当前这个区间每次反弹它都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压力。我们看一下飘带的一个数字，下沿呢是 22,827.36， 然后它的上沿是 23,056.73。如果您手中的个股也处于这种黄色带的区间之中，那每次反弹其实黄色带都是要特别小心的。而股价每次到黄色带附近收阴线，收出相对的这种滞涨 K 线，都是要特别小心。所以这一波反弹到这里收阴线，股价下跌破位，那么未来这里将依旧是压力。那么我们正常的趋势逻辑就是往下去继续延续新低去看。而想要去改变这种情况，改变这种节奏，那么它一般需要有一个动作，就是往上去突破飘带，然后飘带站上是第一个趋势反转的特点。站上之后后续的回踩当中，飘带表转为一个紫色才可以。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之前呢这一波股价的下跌是不是也是把飘带呢由紫色转为黄色？那么后续在碰到黄色飘带时就会有压力。如果你发现某一次再次新低反弹时它没有压力，直接就穿过去了，并且底下变成了蓝色带，那你就要知道市场的机会来了，回调就找买点，回调找买点，回调找买点，直到呢未来某一次再次转为黄色带。包括之前我们在31年的年初的这一波下跌也是如此的，只要它是一个黄色带，你就知道了，你在这个位置所做的任何多头都是一个逆的趋势的订单，逆势单。价格走势只要有反弹，那么到黄色带附近一旦收出滞涨 K 线顶分型等等的都要小心了。股价只要反弹到黄色带就是风险。只有当市场反弹到黄色带，它不是有一个明显滞涨，而是突破了，并且飘带呢由一个黄色转为紫色，那么这种后续的回调，我们更多的就可以去寻找一些机会。当然更加建议的是，回调的时候最好是调到了飘带上，而是在飘带上。如果不在飘带上的话，它有可能还有下跌空间。所以我们正常来讲，这些位置都可以去顺势去做比较好的布局的。而在产生这种点位之前呢，黄色带下就尽可能还是保守为主，颈线为主。所以当下呢要关注这一点。这也是中短线我们目前的一个看法判定和趋势的追踪。希望以上的3个部分让您能够对于指数环境能够有一个简单但是却比较细致的一个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个股解析环节。在我们讲解个股之前，那么阿哲就有一点要强调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并且刚才已经订阅了阿哲的同学，那么现在您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表。在图表当中呢，阿哲是列出了3重订阅福利，也就是如果您订阅阿哲，成为阿哲的频道订阅粉丝观众之后，您可以领到3重阿哲所提供给大家的一些有关技术分析的福利。第一个福利是上海趋势图刚才所讲的这一个指标模板面板，也是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次讲课时都会用到的一个指标模板，您可以有1周的体验权限。
那么福利2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盘前广播、盘前解析，您至少呢也会有1周的一个体验权限。如果学习认真，跟助教沟通友好的话，那么这个时长呢是有机会去延长的。那么福利3，我们的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课程那每周我们都会有不重复的相对实战的，根据当下行情所进行教授的一些直播内容和技术分析的知识分享。那么只要您点击订阅阿哲，那么这相同福利您就可以找助教去领取。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点击找助教领取，还是说在底下评论区阿哲所发的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链接找到助教，那么这2种方式都可以找助教去领取我们的双重福利。那么接下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一个课表，这个课表呢是我们在下周的课程，会有4节内部直播课程，您只要是找到助教就能够报名参加。我们下周的主题叫做趋势破译，从预见到看见。那么阿哲呢近期也发现，对于趋势很多同学虽然听过甚至学过，但使用的时候却存在各种问题，所以下周我们依旧会对于趋势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研究和分享。所以如果您对于趋势还不太了解，或者说目前交易还存在部分的问题，那么下周课程应该对您依旧能够产生不小的帮助。那么如果是订阅粉丝同学，特别是新同学，那么记得及时参与我们下周的系列课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到我们的第2部分个股解析环节了。我们来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目前越发的有点走不太好一个关键点就是之前的我们所说的前面3个点所形成的一个上行通道的一个下沿，基本上呢已经被反复的回踩和跌破了。虽然它有一些关键位置没有破比如说像之前这个缺口的地方是一个关键类似于颈线位的地方，那么这里如果后续被有效跌破反抽不上，那么这里将是一个共振的做空点，那么市场呢将容易展开更大级别的一个下跌。那么前面的下跌呢可能就只是一半的空间，后续至少要看多一半，这是一个最恐慌的一种情况。所以这里呢是一个节点，这个节点一旦能成，那么它将是再一次去进行一个相对大级别反弹的一个低点，至少中期来讲会是一波不错的一个利润。但如果这里守不住，市场出现明显的还是继续大破位，那么这种反抽之后就要小心了，它应该会很多有空单去进场的一个地方。那么当前呢也是中短线上处于下跌趋势，当下我们很多时候的2次回踩做的都是左侧的布局，那么左侧点位一般仓位不要太过于重，我们把握的是后续可能产生长阳去进行巩固这种趋势有效性，而后回调再去做右侧加仓慢慢去上仓位，以此呢去博弈一波比较不错的先看反弹中期反弹。所以这是一个大体轮廓上我们的一个推进或者说一个预演，怎么样它会更容易走好，怎么样呢又很容易导致空方的进场，甚至要由多转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特斯拉的上海趋势图。那么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上海趋势图，在趋势的图表当中，它其实处于一种关键的压力和支撑点附近，一个呢就是龙门线，它是上海趋势图当中的中长线的支撑，所以在龙门线这附近出现了一个收敛，而后上方呢又是一个黄色飘带中短线的压力，所以整体股价在这里不断的收窄高点降低，低点抬高再收窄，收窄过程当中呢，它有去跌破龙门线吗？目前是还没有跌破的，所以它会比一些股票呢要好一些些。所以这里我们更加希望的是它能够往上去突破黄色飘带，而后再转为紫色带，我们去做右侧的加仓，去看一波中期启动的反弹行情。所以这个地方要比较小心的是，它如果不能突破黄色飘带，或者说突破之后不能站稳，以后直接呢往下去跌破龙门线这些都比较风险。在跌破龙门线之后反弹，那么下一次的下跌可能就不是震荡了，就是加速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有所担心的，一旦不对，左侧仓位记得及时的去离场。这是当下特斯拉的一个收敛的状况。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支撑和压力点位，第一个就是底下的龙门线支撑是 400.714， 牛龙线的下沿 411.366 上沿呢是 418.080， 这是它的关键的几个点位。目前很明显延续性的空方趋势，比指数呢更长时间更加稳定，所以当下只能说是一个同势同步下跌股。所以目前呢只能说是与市场的同势股甚至呢略弱于指数环境，只能说博弈一个超跌。因为在周线上呢，它和日线有所共振的一点是也产生了一个九转。好，那么市场九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出现反馈的话，它应该在这里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对于飘带的反抽行为。看一下是转为一个压力还是能够回归支撑，因为我们说跌破飘带的第一根第二根会有一个支撑点，那么就是这个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呢容易产生绝处逢生，但关键是要把它的高点给突破。
目前没有突破，而后呢，这里又越来越靠近它的低点支撑，一旦出现周线的跌破这个根黑线，那么下跌空间就会在周线打开。那么一般恢复呢，就得要去看龙门线的一半，或者说它的全部。那么这是一定的空间的打开了，就要小心。所以周线上它这个九转形成之后，是否能够产生有效的反弹，这是我们要去下周关注的。如果下周没有反馈，还是继续往下跌破6的低点，这种情况下呢，就风险比较大，因为日线将会构成关键点位的一个破位。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其实整体就是一个九转白玉 K 线反转之后的一个反弹。那么反弹过程当中力度一般般，就是对于之前缺口上方的一个反抽的时候呢，又是一个黄色带，所以这里有一个多重的压力，又有一个黄色 K 线的破位，所以当前这个地方风险比较大，价格连续的黄 K， 并且有一次黄 K 已经破了，所以目前这个地方就相对小心一点，上方的压力比较多，所以这种地方你去做呢，就做一波反弹。那反弹之后它有可能还会继续涨，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反弹就是有赚就要跑，你不管它这里是调一调继续涨，还是说直接下跌，就有赚啊，你就跑就行了。在仿包白玉之后做一波小反弹，调的时候你就开始止盈了，或者说你可以留一点点底仓，这个其实无所谓。价格走势只有真正的能够强势过飘带，把缺口回补，在这个时候转支撑之后，才比较好去做另外的顺势交易。在此之前呢，就是有赚就行了，人家这个逆势单能够赚钱已经是不容易啊，就不用看太远。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压力，一个是游龙线的一个下沿 208.096， 一个呢是上沿 218.433。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谱。英伟达呢，我们其实强调过比较多次，这是一个风险点。那么这种风险点，它的确认算是一种大概率的事件。我们说技术分析的好的地方是根据过往行情，如果你确实能够吸取教训的话，其实你可以规避不少的坑。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对于颈线位的突破时，可能不知道它是否是有效，所以可能这一波下跌，可能你要等一根破位之后你才发现。那么下一次你就没有必要了，你发现它突破颈线位震荡，你就小心了。到颈线位之上震荡就小心，到颈线位附近，到颈线位之上走长上影线，走这种冲高回落就一定要小心了。所以踩过一次坑，后续的坑呢就尽可能要规避掉，不要每次都出错，每次都知道但却没有卖掉。所以这种地方呢，就是英伟达还是处于一种震荡行情，当下的快速下跌有下跌缺口产生，所以市场比较强势。然后这种缺口出现的时候要注意了，就是它的一个整体表现。如果市场出现这种缺口，它能够快速在下1-2个交易日能够实体回补，正常来讲就说明它这里其实有可能出现再次的反抽，这是短线的机会，但它不是一个相对大周期的机会，因为整体还是一个震荡行情，它这里最多就是快速下跌之后超跌，震荡行情超跌之后容易有反弹。但反弹如果弱的时候一旦跌破这个震荡区间，那就比较麻烦。所以整体来讲，它就只能做个短线为主，整个方向还没有出来。我们再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上海趋势图，它走的一个震荡结构。如果下跌的时候它能够出现蓝色 K 线就会更好。在上海趋势图当中呢，蓝色 K 线属于超跌 K 线，特别在震荡行情当中，这种超跌呢会更加实用。如果能结合关键支撑位就更好。之前有超跌有前带，超跌有前带这种地方又在震荡区的下沿，它的效果就会好很多。那么市场如果出现超跌了，但是它不在震荡区下轨，你又看一下有没有强势的反包，如果没有那就不要乱做。如果出现前带子了有反包，哪怕没有在下轨附近是吧，也可以博一个反弹，可能会往上轨再去冲一冲。所以当下的下跌没有前带没有蓝 K 可以再等一等，它这里呢还没有出现关键 K 线。反弹时呢，先看到第一个压力是龙门线，龙门线的压力 181.181， 目前又被跌破了。正常跌破龙门线看2根，像前面这里跌破1根，跌破2根，然后如果有关键信号可以做短线反弹，跌破1根，下根 K 线是第2根，如果有前带或者说蓝 K 等后续的反包反弹可以做短线，但是意义呢阿哲觉得不是很大，这个反弹后续也是爆泡为主。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呢，第一只标的是 Callaway。当前我们所看的是 Callaway 的一个图表
后位呢，这一波短线的止盈算是比较及时了。我们在当时的盘前广播当中讲过，这个地方其实左侧就是一个止盈点，第二天继续下跌是吧？继续止盈，因为我们虽然看的是一波短线加速到龙门线附近再去寻找突破，但毕竟呢它越走越弱，所以当前这个地方左高呢又不能有效突破的情况下，我们的目标位就应该有所修正，所以提前的去止盈。这波下跌的破位有点太强了，一个大的缺口破了之前内部结构的一个左低，这种情况下呢又转为了黄色飘带，那么之前是强势的一个紫色飘带，那么回调时呢可以比较积极的做多没有问题，但是反抽一波之后发现飘带呢还是维持黄色为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转变思路了，后续呢可以做抄底反弹，但是以空方作为主导了，这里将是一个压力会慢慢形成，所以就不太容易去再形成太好的短线的结构或者说优势，那么再以此做短线多头就相对来讲风险大一些，所以当下关注一下反弹之后，那么这个地方力度一旦弱，那基本上就是再次的延续下跌，左边低点大概率应该要被击破，因为它在形成一个下跌的结构。我们看到上方的一个飘带，它的一个价格是 92.482 还有 92.899， 关注这一个反弹时的压力还有缺口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的走势就黄色飘带，之前呢九转下跌反弹过一波，反弹时碰到飘带收阴，碰到飘带收阴线啊，所以整体来讲飘带压力有效。目前飘带的压力下沿是 312.080， 在碰到飘带之后其实就可以做止盈了，因为还是那个观点，逆势单有做多止盈，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你本来就是做反弹，还带之下本来就反弹，反弹之后呢股价二次回踩是吧？目前没有跌破9号 K 线，我们可以往后去期待，你可以留有一点底仓，可能去做左侧的布局，希望它能够去往上突破飘带，回踩不破飘带转止带，然后再去看趋势上涨。如果它一直是反抽不过，那么下面的低点大概率要破，是吧？那时候破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看左侧了，基本上得全出，因为它是走一个下跌趋势了，后面的目标位可能就是要往底下的这一个龙门线去走了。不过从当前的一个格局来讲，谷歌整体还是比一些股票强很多的，因为它之前这里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止跌行为，目前二次回踩没有破掉左边这个9号 K 线之前呢，其实短线上还可以再高看一些，还是有机会的，只是说反弹来讲其实大部分应该出尽了。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就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空方趋势，市场呢每次碰到黄色飘带啊就是一个转空点，所以当市场还是处于紫色飘带和龙门线向上时呢，它肯定是一个上升趋势，但不代表它一定能够随便去买进，就是我们要小心的是它的乖离，一旦呢离飘带远了，离龙门线远了，它往往会有一个修复行为，要么是对于飘带的修复，是吧？飘带修复之后如果不能新高，反而继续的走空，甚至呢转黄带，这种时候呢它的每次反弹都说明它要往更大的一个乖离去修复，一般来讲就龙门线，如果完全修复龙门线之后啊，它还是做出的是反弹继续破底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就说明它要转空了，这种转空呢是中线以上的，飘带由紫转黄，它就是一个中短线的转空，如果是龙门线附近修复之后依旧不止跌，反而走震荡继续下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中长线的一个由多转空，这种下跌呢就更狠一点，所以当前就是保持中长线的一个看空，而后中短线反弹每次都比较弱，一次呢账上飘带回踩不破都没有，所以当下就完全在趋势角度上看不到太多的多头的希望，只能说这一波反弹比较强势，二次回踩这里目前没有跌破，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但希望是比较渺茫的，左侧的成功率呢是不高的。我们再看到从周线来看，它是到了周线的一个龙门线，所以为什么最近呢出现强势的反弹呢？因为日线呢已经转中长线空头，那么表现就是周线呢它是一个转为黄色飘带啊，然后它的周线是不是也被修复了一个中长线的一个乖离，所以在周线附近这个地方反而是有机会可循，所以日线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反馈。但如果日线不走强，走明确反转，它这个周线的支撑其实震荡下它也撑不了多久，所以一定要关注的是周线有支撑的位置，日线最好也走确实明确的反转会更好。当下的飘带是 150.899 还有 157.572， 关注这一个压力点位要被突破，回踩不破，结合周线的支撑点，后续再去做周线的一个反弹，或者说呢大底行为。所以这整体呢就是对于整个上海趋势图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角度，阿哲呢认为是比较有效并且简单可实践和复制去操作的。所以如果大家是订阅了阿哲同学还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的，那么也记得及时在订阅之后，在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当中可以找到助教去安装去激活我们的一个上海趋势图。
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是不是整体格局跟刚才所讲的甲骨文是一样的啊？虽然它们不是同一个品种，但我们看到趋势其实整体表现是一致的。它呢很明显它的乖离是变大了，就是上升趋势如果乖离大，它是不是会修复龙门线？那下跌的趋势其实乖离大，它同样也容易去走修复这个龙门线。只是我们需要明确的一个修复的行为发生而已。那么在上升趋势当中，明确的一个修复行为的产生，是不是得要飘带转为颜色，而后市场确实高点在降低，所以这种情况下开始进行一个修复。那么目前你会发现的是，它没有这个行为，就是它一直下跌，飘带一直是黄色，那么有时候会突破，但回踩就跌破，高点依旧在降低的。所以目前呢是有开始走盘整，但是它还是没有出现突破回踩的动作，所以当下呢是有转强的可能性，但在震荡，所以要有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启动阳线，站到飘带之上会更好。目前的飘带的动作，目前飘带的一个空间 129.092 135.102。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微软同样如此，黄色飘带整体偏空头。但有同学可能会好奇啊，那阿哲我为什么不专门找紫色飘带的？因为目前的市场就是一个空方黄色飘带，所以基本上市场当中6到7成的同市股，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大部分股票会随着指数的波动而波动，所以目前指数大部分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你找到的个股基本上大部分也会是黄色飘带。那么其中紫色飘带不能找吗？也可以找。当中紫色飘带啊，它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只是之前领涨，但是它有可能会补跌。近期所看到的美光等等的，是不是开始强势个股？虽然也是紫色带，但走震荡，包括闪跌等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敢买吗？你如果不小心买到补跌的地方，那怎么办？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依旧想要做多，那么胜率会变低，而后尽可能作为多头来讲，休息会比你积极去找紫色带去做多会更好。所以当前我们来看到微软也是一样的，也是个黄色飘带。那黄色飘带反弹之后走一个跳空下跌，这个力度是比较强，当然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强顶分型，所以微软这里附近的短线多空之间是比较激烈的，一个跳空向上，一个跳空向下，但目前来讲还是多方比较强，因为它这里是个强势的底分型，而这里呢是一个弱势的顶分型，是吧？所以整体来讲，多方的短线是比空方强，那么还是一个空方飘带，那么这个地方做多的话还是有难度。但其实还没有打止损。如果你非要做多，其实目前这个地方是没有打止损。从周线来看呢，它也还是在龙门线附近，就它也修复了乖离。目前呢是到了9转当中的第7转，有白玉 K 线，但是没有反包产生，所以有超跌，但没有止跌。在日线上呢也没有买点，整体可以关注的一个空间点位，但是肯定没有一个大的顺势的一个买点出现，还早。它这个黄色飘带。我们再看到博通的话，也是产生了一个股价的下跌。在下跌过程当中呢，是不是走了一个盘整阶段？盘整的时候呢，龙门线和这个飘带呢是在收窄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有机会产生爆发行情的，但可惜指数的环境比较弱，所以呢它有所被影响到。像之前我们认为它走的是一个想要去看一下反转的格局，这个反转格局要去突破之前的颈线位，但它这个动作呢目前越来越难了，因为它在往下盘。那么这种动作呢，它有可能要去击穿左侧的低点，所以在弱势市场当中，中期的反转形态就比较难以去成立，难以去实现，反而上方的龙门线开始变成压力了。我们可以看到 330.740 当下呢被多次的跌破，所以下次反抽如果依旧不过，再去收比较明显的阴线的话下跌趋势就再次的进行，目前是下跌中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后我们再看到 AMD 的话，它是已经从高位回到了龙门线，所以这里呢在日线上来讲，它是一个安全的价位，中期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布局点，只是依旧是黄色飘带的压力有效，而后在这附近走震荡，它已经是宽幅震荡走窄幅震荡。那么这里要注意的是，一旦宽幅震荡走窄幅震荡，而窄幅震荡如果再次选择向下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将会有一个加速的下跌，这是在龙门线和龙门线附近飘带收窄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点，这是特别风险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也是中长线博弈的不错的地方，所以你肯定在这里，如果你要做仓位的话，多头会比空头好。多头仓位呢，做左侧小仓位，去考虑后续突破之后回踩，再做右侧的加仓，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思路。而如果在这里做空，你会发现这里下面的支撑没有破之前，你在这里做空呢，是博弈它一波下跌加速，不太算是特别好的一个进场点，得要有一个反抽再次收一个明显下跌阴线，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空方去进场博弈的点。目前这里呢是一个收敛，跟特斯拉有点像。周线上来讲，
它呢是刚破飘带，如果破飘带，这里是绝处逢生，就有机会把握这种向上的行情，就继续上涨。那如果飘带这个压力依旧有效，往下那修复乖离至少一半，那么是不是还有一定的下跌空间？所以整体可以这么去看 AMD， 这里要选择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的方向。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HOD，HOD 是反弹飘带有黄 K 而后跌破飘带。目前有空方的一个信号，已经是跌破飘带了，所以又是黄带反弹受阻。目前这里呢不一定非要做空，但绝对呢不是太好的做多的一个点。从周线来看是一个九转，但九转之后呢反弹力度不算很强，本周呢也没有反爆，所以有超跌没有止跌，那么只能够安静的等待关注。当下看到游龙线 79.925， 然后辅五线 84.910， 这是它的一个区间。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是不是也一样反弹有黄 K？ 那么黄 K 产生时呢，就注意了，一旦产生破位现象，就说明这个反弹大概率呢形成了一个滞涨有效，那么反弹高点就大概率形成。所以在黄色带的过程当中呢，反弹黄带附近不是做多点，而反而是空方进场点，这些地方都要有所小心。一旦到黄带附近，小心有空方进场点，一般就是左低为第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注意反弹黄色点位一旦破位，那么确认左低为一个目标。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能够保持黄 K 往上突破，那么回踩时就可能会有多方机会。那么当下可以关注它是否能够突破上方的一个黄带压力，还是说黄 K 会被跌破。看到黄带的一个上沿是 444.389， 那么下沿呢是 412.983。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半导体3倍做多在左高的地方出现了一个虚破假突破，然后立马第二天往下跌破。那么这里呢接近光头阴线，所以当前这个地方是一个不太友好的一个地方。价格走势有一个小级别的趋势线的一个破位，破位之后如果反抽不过，那么价格走势将是飘带的转势的初期，容易呢反弹不过走弱的话，就是转为压力嘛，后续呢转黄飘带的概率会变大。所以当前这个节点呢就没有必要再去看了，之前做一波短线反弹到这里附近去止盈的同学，不要轻易的去太快的去进场，关注一下飘带会不会产生压力。飘带的上沿是 65.121， 这里要小心一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蛇口，蛇口是出现了顶分型加速之后突破了左边的高点了吗？那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创新高。我们看到左边的高点是 91.3， 那么目前是没有新高，所以从一个周线的角度，我们看到它是不是还是一个黄色飘带下跌。那么下跌时呢，就是低点容易有新低，高点不容易有新高，所以当下这波反弹左边的高点还没有去突破，所以这里呢还是一个压力位。那么价格走势要过左高回踩不破左低，这是一个二次回踩，那么最好能够过飘带回踩不跌破飘带，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当然周线要形成比较难，但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日线的话它是已经形成了一个突破，然后当下是突破的一根两根就是一个变盘点。价格往下落时看一下它的支撑位，一个呢是缺口也是分型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是飘带在后续回落时会往上扩散，那么这将会一个支撑。所以如果要去做蛇口的话，一般二次回踩到这附近会有一个支撑点，然后去看下一波上涨。下一波上涨只要买入之后它确实快速新高过左高，那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正常的趋势反转时的回调点位回调支撑，去做这种反转的一个结构买点。那么另外一种更强势的就是它不回调，它在这里走震荡，走震荡之后再次出现突破，这种时候就是一个追涨点。所以第一种回调时呢会比较好买一点，第二种呢就会偏追涨，但是它更强势，会更容易产生反转，直接呢可能就要看到上方的龙门线所以当下的龙门线呢是 117.956， 然后下方的缺口底下最低点支撑是 71.19。当前趋势日线先看反转结构，就等回调和震荡后的确认，而后周线上就还早，周线上呢还有压力存在。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eta 的一个行情结构就不是很好，因为它之前其实也走过一波相对的反弹转反转的结构，就是这一波股价往上走变成了一个紫色飘带，股价回调然后再次启动却没有成功它一根长上影线打到了我们的左高龙门线就滞涨了，然后出现回落，调整的级别变大了。那么这个地方二次回踩它应该是周线上存在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看到是吧？它就是周线上有九转，而后股价上涨二次回踩，左边的是个强势的底分型，而后股价回踩之后再次启动，但目前周线上是不是依旧是一个黄色飘带？黄色飘带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所以它是一个还是保持空方趋势，周线保持空方黄带，那
那么再次跌破，这里就是比较风险的地方啊，要小心了。所以当下呢，从周线啊比较难以去看好，因为它的下跌趋势在延续。但是这一波如果直接回调，直接能够走出流畅的上涨，那么可能周线就能够有效的反转了。但目前并没有，走得太乱了，它太过于震荡啊，宽幅震荡。当下要注意左边的这个低点啊，一旦这里反弹不过飘带往下破左边低点，基本上周线就是顺势还是下跌趋势。在左边低点不被跌破之前呢，还有机会啊。如果走出上涨回调，能够继续破，这样的话，其实趋势就慢慢才走好。不过目前来看有点难度啊，因为它的飘带目前依旧没有涨上去，飘带的压力啊是652.019，然后665.699啊，这是它的区间。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OKLO 一样的空方趋势。在下跌过程当中，目前有点像博通当前的走势，就之前这一波走势有点像博通当前走势。本来呢，它是有一个反转的可能性的，但是这个地方的颈线位呢，它也没有被有效突破，它直接回落时跌破了，跌破反抽也没能够涨上去，而是继续的跌破，但是确认了龙门线跌破有效，所以这个结构从一个中期的反转结构变成了一个中期的下跌结构。所以这波下跌我们之前有说过啊，它有一个做多标的变成了一个空方可以去考虑的标的，目前就是延续这个空方下跌，然后它反弹到飘带附近出现下跌 K 线，这种就是延续空方的一个看法。目前空方不变，趋势呢在延续空方。然后从周线来看，它是一个蓝色 K 线，但有超跌没止跌，所以这个地方周线也是黄飘带，整体顺势，各周期整体还是偏空为主。而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整体也是空方走势，之前在龙门线这里跌破的太快了，破了之后反抽确认有效跌破，继续下跌啊，加速下跌。当前呢又走一个震荡呢，它如果是在支撑位附近，那么就比较不好，因为支撑附近最好是强势的反抽，会证明趋势是多方还有优势。如果是震荡，有可能是空方太强，多方起不来，然后走的震荡。所以周线上有没有支撑呢？目前是九转，所以说周线上是一个超跌之后产生的这种停顿，但停顿力度不强。九转出现之后呢，没有反包，目前也没有特别强势的上涨，最好是九转之后能够把85 K 线蓝 K 的高点吃掉。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对于周线上的一个反弹，那空间就还是可以的 161.004。那么日线上 161.004 其实就是在龙门线附近，如果可以给一个买点，就是突破回踩是吧，而后看161附近的空间，这是一个短线啊，可以看到一个周线反弹。但当前很明显买点不明确，比较弱啊，走的是震荡。下一只股票再看到 Coin 其实一样，黄色飘带，黄飘带走势过程当中呢，之前这里是走过一个震荡中枢，而后再加速下跌，所以要特别小心的是，一波下跌之后走震荡呢，它不是很好。就一般来讲，做反转最好就是能直接突破飘带，然后回踩转紫色带往上走，这种是比较强的。如果你发现它突破飘带又站不住，而后又走震荡，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蓄势更大的一个下跌，因为它单边一直跌是比较难的，所以跌的过程当中呢，走一下震荡再跌，走一下震荡再跌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当下它又在走一个震荡，不过这个震荡呢比较好，因为它是有一个往上推动的一个动作，并且破了一个飘带，破飘带有缺口，这里最好不要回补，那么等转紫带，那么有机会延续上涨，最好紫带这个地方黄带不要跌破，下沿是多少呢？那么这一个黄带的下沿是 167.021。而后我们再看到美光的一个行情走势，整体市场走势格局，它就是回调到飘带附近，但这个回调呢，它是对于左高有压力。正常如果是一个趋势强劲的市场，它是不是每次回调之后，它在左高，它哪怕有压力，也应该后续快速过？当然，真正的强应该是直接过左高，当左高能够有明显压力时，就说明这一波是有可能要出现反向的了，有可能要去对于某些地方做一个回踩的了。所以当时这里呢，其实就有点风险。那么目前呢是又来到了之前那种格局，所以要注意了，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反转的，因为本身趋势强劲，走震荡就说明要么是有往进一步向上推的一个可能，要么就是多空之间博弈啊，一旦多方输了，那么可能就要走反向。之前这里是赢了，那么这里呢就要注意怎么样更大可能会赢呢？先过左高啊，回踩就低点要抬高，高点要抬高，才更有可能会赢。如果这个地方是下跌反抽跌破飘带是这么走，那么就会越来越容易是转空而不是转多。目前还好的是没有跌破飘带，所以飘带的支撑位先看着支撑位是411.964，这是第一点。
这是上沿的。我们看一下飘带的支撑压力啊，一个是上沿 411.964， 下沿 404.569。最后我们再看到 MP 它的格局和刚才我们所讲的 OKO 啊，还有这个博通啊，有那么一些相似啊，因为它也是走了一个下跌反抽，但是它好的一点是它左边的高点是过的，那么博通是没过的，所以当下它的走势不好的一点是这一次回踩它把龙门线给破了，所以它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中继下跌，或者说下跌中继，这里要关注龙门线这里的反抽，它反抽龙门线和黄带不过，如果收明显下跌阴线，当然这里的支撑位呢，目前在这根阳线这里，所以你也如果要看空的是破这个点位，那么后续反弹是看一波对于前低的破底行为。那么如果要去看多，那么因为它调得太深了，这里要重新站上飘带去转止带才能够去看啊，所以这个地方多空之间啊将面临一个选择。看一下龙门线的压力是 62.309， 然后游龙线 58.492啊，服务线 60.648啊，关注这些点位。以上就是2月28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